大家好，我是 Ason。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跟這個99%的這個印尼服玩家，或者是99%的玩家，所有服的玩家都會用或者是用過的這隻英雄。對，那是什麼？就是我們常見的聖獸使啊，對，聖獸。那其實聖獸這個英雄在那個印尼服或者是那個比較後期一點版本的伺服器例如說韓服之類的，都已經來一個平衡的修正了，就是 nerf 過一次，而且那個 nerf 是直接把整個聖獸的玩法都改變了。因為眾所周知對，聖獸這個英雄以前厲害或者是做壞的地方是什麼？那其實就是那個拳打腳踢。對，就是那個不停的踢，不停用拳打脚踢的方式來把敌人那個血量消掉那個打法。那而且他還有那個無敵嘛，如果大家知道的話，就是那個霸體不是無敌。对，那但是在这次那个平衡大概是3年前平衡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圣兽的那个拳打腳踢改成了需要能量才能觸發。對，就是他把那個拳打腳踢的功能需要把他聖獸那個能量集滿，好像40點。你需要通過不停的打人這一點來集能量，然後集滿40點才可以觸發那個拳打腳踢的功能不然的話你是用不到了，只能用這個普通的踢跟那個打人的方式，就是像這個一樣來進行攻擊。對，那所以的話，自從這個改動之後，聖獸這個英雄就變得沒那麼 broken 了。對，就是變成一個正常打法跟這個正常平衡性的一隻英雄。對，但是這改動也是沒有把他的那個 main hero 就是那個主流地位而改變，而且變得更需要那個技術。對，那我對這個改動是十分之滿意的。對，但是沒有以前那個那麼的做壞跟這個毀滅平衡的那個能力在那是一個不錯的改動。對，那這天我們就來看一場跟這個平衡後的那個聖獸，就是雖然平衡後這個詞語是三年前平衡後的那個聖獸，對，打這一場比賽。對，那影片開始前我想說一個題外話，就是如果大家有發現，從昨天那部影片開始我的那個這一場影片下面就會出現這個會員優先這個標籤在，那到底那個是什麼？就是如果你是有加入我的那個會員的話，對，又是來宣傳一下我的會員，那你就看一些這場影片的觀眾就可以提早3個小時來看這個影片。對，那我知道對於一些觀眾來說，這個3個小時其實是蠻有用的，因為有些是可能用我的影片來一邊吃飯一邊看的。那如果有些人的那個吃飯時間比較早的話，那這個會員頻道就可以大大的幫助到你了。對，那而且我也知道有些人是會在上班時間看，那所以的話，這個會員頻道也是會大大的幫助到你。對，那就如果你是有這方面的那個需求的話，那就我也是十分之強烈推薦你加入我的會員頻道。對，那也是那句，會員頻道加入你得到的東西會變多，但你如果只是沒加入的一般觀眾，你的東西也不會變少。對，那也是那句。對，那我們回到這個影片裡面，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那打這個聖獸那其實我們就算他已經做了改動，但是其實打他那個方法也是跟以前一樣，就是他防禦的時候盡量不要只單用一隻英雄來跟他打。什麼意思？就是例如說的話，我也推薦一下這個所有的玩家或者是觀眾，如果你有一個主要英雄，你的主要英雄是沒有那個破防功能的話，我是極度建議你弄一隻可以破防的角色。例如說什麼，我的話就是那個 Brica， 對，就是現在這隻。如果其他的或者是什麼化學兵也行，甚至是那個死神也行。總之就是，如果你有這個破防的機制的英雄，那你的攻擊就會變得更隨機，敵人更難預判，那你就更容易抓到敵人。對，那聖獸一直以防禦為主就是他的防禦3流的防禦是蠻厲害的一個角色。如果你有這個破防英雄的話，會對打聖獸有非常之有用的幫助。OK， 這邊的話嘗試抓他 ，OK 抓到，那直接。哎呦，可惜！哎呦，那我的披風剛才沒，但是他應該是對他失手了。那我們直接給他披風，然後嘗試一下黑毛 combo。對，那我們這邊的話，如果他換這隻的話，我們直接把它消技，因為亞瑟王作為防禦英雄是完全沒有那個
不用技能的反制手段，所以的話也是那句任人魚肉。那他一開這個亞瑟王，直接把你技能全都交出去就行了。那這邊呢，雖然我的技能全交，還是沒殺到他。那但是啊，我們的血量是大優勢，所以的話不用那麼的怕。那這邊的話，可惜沒有炸下去。那這邊呢，嘗試再抓他一次，然後把他丟下去，那應該是瓦解。對，來到這個第4回合也是一開始啊。就這邊呢，如果對面用一些把人打下去掉下去的英雄，例如說太乙真人，或者是剛才那個超人帕特，那這邊呢，你要做的是什麼？那其實不是眼睜睜的看着他把你打下去，是你要換一個有裝足球頭盔的英雄。對，因為足球頭盔除了增加那個跌落傷害的減免之外，那它還有這個擊退力減少的功能，而且那個功能也是減蠻多的，所以的話其實是非常之有用，對付我剛才說的那些擊退性英雄的話。对，那這邊的話嘗試再左右他，那他換了這只影武者。那其實影武者這個英雄是算是蠻容易抓的，那但是啊，前天那個影片就是打那個全遊戲最 toxic 玩家那個影片，那個影武者是有開外掛的，所以的話，所以是那個影武者是特別難抓。對，所以的話正常影武者其實就還好。那所以的話，基本上影武者是雖然我覺得啊，他那個黑霧也是蠻麻煩，但是也沒有去到前天那部影片的那個影武者那麼麻煩。對。那正常影武者是可以打的，那我們怎麼打影武者？就是很簡單，他進去黑霧的時候，我們盡量離開他那個霧的範圍，不要跟他在裡面打，然後嘗試用一些遠程武器或者是我的超重重低那種來抓他。我這邊的話可以抓到，那這邊的話就可以直接用這個盔甲把他抓住啊。OK， 那他換錯英雄了，那他應該死了。